孩子千万不要搞什么网恋，因为和你见面的很可能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强奸犯。Evening, Miss Holland. Don't you look lovely this evening? 苏珊将 T-Bag 引进了家门，女儿也对妈妈这个新男友异常喜欢，两人在一起愉快地玩着数字游戏。苏珊看着这温馨的画面，开始憧憬着一家4口在一起的幸福场景，而 T-Bag 也是从这一刻起真正体会到拥有家庭的幸福感。他想放下自己曾经不堪的过往，然后走进他的家庭，彻彻底底的洗心革面，做个好人。直到苏珊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男人居然是奸杀了6名学生的通缉犯，他整个人瞬间懵了，镇定下来后，这才悄悄地报了警。而 T-Bag 也因此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并且永远都不能保释。在监狱里 ，T-Bag 写了无数封信祈求原谅。即使是对方曾经举报了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爱过甚至想做出改变的人，但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应。而现在 T-Bag 已经成功越狱，并独吞了越狱团队挖出来的500万赃款。他换了一身体面的衣服，手捧一束向日葵，回到记忆中苏珊的老家，想要重新开始。可打开门才发现，这里早已经人去楼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当初的记忆一一涌向心头。然而就在转身的时候，一记砖头狠狠地朝他面门拍来。原来此人正是前狱警队长贝里克。自从上次被麦克兄弟俩甩掉之后，身无分文的他本打算找老母亲要钱，坐大巴回家。可无意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金发嫂子被绑架，车库被挖得乱七八糟的新闻，这就说明麦克等人已经挖到了那笔赃款。两人商量之后决定又不回去了，于是装成办案人员立即赶往金发嫂子那里追问麦克等人的去向。其中的100美元是 T-Bag 办到，折返回来塞到金发嫂子胸前的炫耀。两人这才知道 T-Bag 独吞了这笔钱。而作为前狱警队长，贝里克很容易就了解到 T-Bag 是如何入狱，又是如何写信给苏珊祈求原谅，所以这才根据寄信地址追踪到这里。两人直接将他绑了起来，并逼问500万的下落。Gary, are you going to tell me where you stashed Westmoreland's money? I'm going to pluck you like a chicken, stitch by stitch. 可千辛万苦骗到手的钱 ，T-Bag 又怎么可能拱手让人？ Fine, you want to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I did spend a whole bunch of it last night on your mama. Wrong answer. 就这样 ，T-Bag 被贝里克和胖头鱼折磨了一晚上，但他还是拒不松口。就在 T-Bag 趁机逃走的时候，裤管里的一把钥匙突然掉到了地上，他飞扑过去，捡起钥匙，一下塞进了口中。I'm going to get that key if I have to. 原来就在 T-Bag 来见苏珊之前，他悄悄将钱寄存在某个汽车旅馆的公共储物柜，而吞下去的钥匙正是用来打开储物柜的。两人无计可施，只能静候 T-Bag 将钥匙拉出来。而另一边，男主麦克和苏克雷发现被 T-Bag 骗走500万后，他们想杀死对方的心都有，可眼下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对讲机分明传来警察全程搜捕他们的讯息。好在 T-Bag 还算有那么一点点良心，顺走500万时还给其他人留个几百美元的车费。麦克两人买了一辆2手车，打算前往和哥哥林肯的汇合地点，然后再偷渡到墨西哥。可在这之前，情种苏克雷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问女朋友的情况。万万没想到，女朋友并没有和挖墙脚的堂哥结婚，而是在婚礼现场突然变卦。看来女朋友一定还深爱着自己。苏克雷万分兴奋，他再也不想去什么墨西哥了，而是决定冒险去找女朋友。在麦克的祝福下，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独自一人前往汇合地点的麦克遭到警方的围追堵截，这样下去迟早会被抓住。况且和哥哥林肯相约的时间还有2天，趁这个间隙，他决定主动出击调查马洪，毕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麦克查阅了大量关于马洪的资料，然后买了套像样的衣服，假装成 FBI 探员，以给马洪升职做背景调查为由，去到了他前妻的家里。诡异的是，马洪明明很爱他的前妻和孩子，但不知为何要选择和妻子离婚。深入了解才知道，这一切都要源于几年前他遇见一个智商极高的罪犯，马洪仿佛着了魔一般，一门心思想要抓到他。直到1年前，这个罪犯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马洪也突然释怀了，并且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碱液，不知道天天在自家花园倒腾什么，而且还不让任何人接近。经过一通分析，麦克猜想这个罪犯很可能已经被近乎偏执的马洪抓到，然后将其鞭尸埋在了自家的后花园，而碱液正是用来毁尸灭迹的。临走时，麦克偷走了前妻的手机，并拨打了马洪的电话，言语间希望他不要咬着自己不放，否则的话就会将花园尸体的事抖出来，但却被马洪一口回绝。因为此时的他可谓是内忧外患，怎么让你追查2名越狱犯就死2个，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再加上以前有暴力执法的前科，内务部很快对马洪进行了调查。 Sir,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I'll take it later. Sir, you're going to want to take this now. 好在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靠山卡罗曼，这也是他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原因。而卡罗曼背靠着总统卡洛琳，因为越狱团队的几个人和林肯待在一起太久，势必知道一些林肯被栽赃的内幕，所以这些人都必须得死。They all die.
马洪之所以听命于卡罗曼，正是因为他也知道马洪埋在后花园的尸体。另一边，林肯在带儿子去汇合地点的时候，果然被政府的人抓了起来。Okay. Don't move. Please. He's got nothing to do. Face down. Both of you, face down. Now. 可就在押送回去的路上，后面一辆商务车一下将警车撞翻。并冲过来几人，直接将父子俩带走。Calm down. Try that again. Who the hell are you? We're on your side. We're with your father. 他们将两人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在这里，小林肯终于见到了素未谋面的爷爷，而老林肯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林肯终于知道自己只是这盘棋局里微不足道的小尘埃而已。